从没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。为了逃离城市的浮华，花光积蓄盘下一栋废弃100年的老宅，并用1昆年时间亲自动手翻新改造，不仅配备有恒温酒窖，还打造出隐秘的地下堡垒。豪华的室内装修仿佛就像一件艺术品，羡慕的我后槽牙都咬碎了2根。之前汤姆已经完成了阁楼的装修，并把酒窖的框架给浇筑好，但门帘背后的世界一直还未揭晓。其实这是通往另一间地下室的通道，虽然木屋无法往上扩建，但并不妨碍汤姆继续向下再建500平。他们先把室内的地板给拆除，而后就可以开始向下挖掘。由于大型机械无法进入到室内，挖坑的任务只能依靠人工进行。尽管土质非常的松软，但如此大的工作量还是让人有点吃不消。随着越挖越深，还必须要建造好挡土墙，不然要是出现塌方，那整栋木屋都将成为废墟。有了坚固的挡土墙，他们继续挖掘另外一边，一边挖掘还要一边往外搬运沙土。挖出的沙子足足可以装满3辆泥头车。随着挡土墙逐步的往下沉降，经过2周半的努力，地下室的挖掘终于完成。他们拿来木板将挡土墙给完善好之后，靠近酒窖这面墙上还要预留出门框，而后继续用木板构建出立柱的模具，接着往里植入钢筋笼。为了方便后续的施工，他们先用木板铺设出临时的地板，接着就可以摇来混凝土开始浇筑立柱。由于场地限制，大多数立柱根本无法直接输送混凝土，因此工具人再次被汤姆给安排上岗。他们就这样一铲铲一桶桶的将9根立柱都灌满砂浆，最后再拿来震动棒通过高频震动，排除混凝土中的气泡，使得立柱更加的密实。经过2天半的等待，混凝土已经凝固成型。在开始浇筑底板之前，他们还要先预买好输送空气的管道，而后就可以将地下室与酒窖给挖通。贯穿之后，通道的2侧先用木板构建出挡土墙，接着在上面铺设好钢筋，再拿来混凝土浇筑出走廊的天花板。为了防止在浇筑地板时发生坍塌，他们先把之前铺设的临时地板给拆除，而后继续拧上几根方木进行加固处理。完事后重新铺设上木板进行密封搭建好模板。在浇筑之前，还要先对四周的地面进行找平，再拿来泡沫板铺设在四周进行绝缘处理，接着就可以铺上塑料膜布置好钢筋。现在要浇筑的既是1楼的地板，同时也是地下室的天花板，所以必须要铺设上密密麻麻的钢筋，才能保证足够的坚固。上面还要用方形管做好区域的分割，调整至水平作为高度的参照。一切工作准备就绪之后，就可以摇来混凝土车开始浇筑。足足20厘米厚的水泥板，安全感直接拉满。经过2周半的时间，地板和立柱终于可以拆模。现在酒窖成为了地下室唯一的出口，所以拆下的木材只能通过酒窖给搬运出去。之前安装的方形管也完成了使命，他们卸下螺丝之后，再用撬棍给拆除掉。此时铺设地下室的砖块也如约到货。不过在铺设之前，还需要先对地面进行找平并夯实，接着就可以拿来搅拌好的水泥沙，开始地板砖的铺设工作。这种砖块不仅强度高，而且透气性好，铺设起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。按照参照将水泥沙刮平整，直接把砖块给摆上对齐即可。有不听话的，直接帮2锤教他做人。最后再给他们做个美缝，地板的铺设工作就算完成了。接着汤姆根据门洞的大小，先用角钢焊接出一个门框，而后再用方形钢制作出门板的框架，安装上去之后剪至完美契合。对于地堡的门板，汤姆有着很高的要求，不仅要兼顾美观与安全性，后续还得接入智能系统。于是汤姆便开始了他的骚操作，首先对门锁进行改造，而后再根据设计图纸对门板进行加工。当指纹识别通过的瞬间，门锁打开的同时，灯光也随着亮起，这效果简直不要太酷炫。